這是史上第一款日系豪華 B segment SUV， 也是 Lexus 史上第一台基於 B segment 平台的車型。因為在過去當我們講到豪華車都至少是一個 C segment， 所以 Lexus 可以說是開創了一個極具新的 segment。它的尺寸肯定比 Mercedes GLA 小，也比 BMW X1 小。在過去可以跟它相比較尺寸的对手就是奧迪 Q2， 但奧迪已經宣布 Q2 停產，所以這個呢打的就是最新的 Alfa Romeo Junior。通常市面上大部分的 B segment 都是代表 Plastic， 大部分的 B segment 都是代表他們有很多的不足，底盤剛性不足，車身隔音不足，外觀造型看起來不夠 Premium。不然就是那種 performance 的 B segment， 比如說GR Yaris， 或者之前的 Kona N Puma SD 等等這類型的。但你又不想要一個 ordinary 的 B segment hatchback， 你也不想要一個 performance 那種 hot hatch 級別的 B segment SUV， 你只是想要一個舒舒服服、安安靜靜 luxury 看起来非常的高級，坐長不會給你 plastic 感的一個 B segment 小車。所以今天這集呢，我就有比較長的時間來示範它的行李箱空間、後排空間跟實際上上路的時候有什麼東西影響了，看到嗎？剛才一直以來 engine 都剎着，可是因為是 hybrid， 這個電池供電，現在電池不夠電，引擎就睡醒，幫電池來充電。所以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頻道，加入 YouTube 會員 ，Let's go。那至於後排空間呢，這邊呢就是這個弟弟用的比較大個的 car seat 啦，其實它是從 newborn 用到6歲這樣子，所以我們現在放入一個100cm 的幾歲啊？4歲，來，德德來坐上來示範一下，OK， 所以如果他這樣子完全坐下來的話呢，還是會頂到這樣子啦，所以這個沒有辦法，因為車子就是比較小輛的車，然後如果你要把這個東西放下來的話，這個東西這樣子擋下來的話 ，OK， 它的腳要放哪裡？腳就可以放在rest 這樣子，所以這個LBX 小是肯定啊，但是如果我們放入一個3歲的小孩子，可能情況就會比較好。來，可以坐來，來，現在換入一個3歲，差不多95cm 的就差不多了還是會頂到了，小就是小了。然後如果我們把它放倒的話，OK， 這樣子它腳就放這邊。OK， 所以這樣子大家就非常清楚的知道 Lexus LBX 到底適不適合你。你不要看 Lexus LBX 小小輛這樣子它可以裝很多東西，而且是體積比較大的，像小孩子的腳車是能夠放進去的。所以剛才我把 tonneau cover 先拿出來，不然會頂到這個後面。所以你看這個腳車是非常大個的它是小孩子差不多6歲的腳車來的，所以我可以整輛腳車這樣子放進去。OK， 我都還可以關上這個門。然後這個 scooter我還沒有跟它熬下去坦白講很多 sedan 都很難放進去啦，很多尺寸比它長的 sedan， 因為主要是開口面積，所以我覺得這個車子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實用如果 LBX 都夠用了，為什麼我還要更大輛的車？所以在 LBX 之前呢，我們能夠接受的最低配 Lexus， 或者說最入門的 Lexus 就是 UX200 呢，也是賣這個價錢。那時候它給你 2.0 Liter Dynamic Force with Direct Shift CVT 0到100 9.2秒。那我現在開着的這個 Lexus LBX 呢，它也是0到100 9.2秒，但不同的是呢，它是 1.5 Liter 3 Cylinder。搭配 eCVT， 它是一個 hybrid， 所以這一套 powertrain 在 Toyota 集團裡面一共有5輛車在使用，然後這是第一次在 Malaysia 發布。那這5輛車分別就是 Yaris XP210 Hybrid、Yaris Cross XP210 Hybrid。在日本本土的話，他們還有 Toyota Sienna Hybrid 跟 Toyota Aqua Hybrid。所以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在 Toyota Yaris、Yaris Cross、Aqua、Sienna 上面看到這個 powertrain， 可是因為市場的考量，我們東南亞市場我們沒有辦法去消化那個 powertrain 跟那個底盤 which is TNGA-B 加上那個 M15A FXE 的 powertrain， 所以我們只可以在這個238,888塊起的 LBX 看到這樣子的 powertrain。
它具有14.0:1的高压缩比 with 41% 的 thermal efficiency 热效能。那热效能就是说，当你的车子从燃油轉換到動力，它具有41%。41% 在燃油車引擎裡面是非常高效的。但日本人眼中的高效，所謂的 efficiency， 跟德國人跟歐洲人所謂的效率，可能那個價值觀會有不同。因為歐洲他們強調的就是要駕駛感、加速動力等等了。可是日本人他們更多時候強調的就是省油。OK， 就真的是省油，因為官方油耗它1個liter是26.4公里。當然，我們講到豪華車，我們說 Mercedes-Benz、BMW、Audi， 你不是買這些品牌來為了省油的，對不對？所以我覺得這個1.5L Hybrid 的 Powertrain 啊，也就是最影響 Lexus LBX 作為一個 Premium Car、一個 Luxury Car 的地方。像我們現在走在大道上面，可能我們走着80-90來講，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你要加速，你會覺得自己在開着一個沒有 Turbo Lag 的 1.5L Turbo 引擎 which is 它不是 Turbo， 它是 1.5L NA with Hybrid， 所以賬面上不是很好看，它只有136個 horsepower，136個 PS 跟185個 Nm， 而且極速只是在170 km/h 而已。當然，我覺得它最頭痛的就是因為它這個引擎呢，它CC 小然後又3氣缸嘛，所以引擎本身只有90多個 PS 而已，變成你在當低速電池不夠電的時候，它的這個 engine vibration 是非常的明顯，它會有一個嗡嗡作響的聲音，嗡嗡嗡嗡嗡嗡嗡這樣子，是非常影響整個駕駛體驗。但 Hybrid 的車它就是這樣子，它是大好或者大壞，你要自己去 give and take。它甚至給你 EV mode它有這個電動模式，就好像在駕着一個電動車。當然，它不能夠純電行駛20公里，純電行駛50公里，因為它不是 PHEV。在歐洲，他們叫 self-charging， 就是你的引擎也是你的充電樁，你的引擎也是你的充電站。即便它是一個 hybrid， 它的車重也是1360公斤而已。就像我們說 Honda 的這個 1.5L 的 EHEV iMMD 也是一樣的問題。我覺得這種 hybrid 引擎它必須至少要是一個 2.0L 的4氣缸，像我第一天開、第二天開、第三天開，我那個心情是慢慢的已經習慣了。你看我們現在上坡我現在處於電動模式，純電動模式，我輕輕的點，差不多你油門加大一點，引擎就會去 kick in。所以當引擎 kick in 過後，引擎大聲是肯定了的啦。因為很多時候我覺得像我每次在影片我講到的，我覺得活在 Glen Valley 活在城市裡面，我們不需要太大輛的車，但是有時候你被逼要為了買豪華的車，你去買細箱門，可是你根本不需要那個空間的。對很多人來講 ，90% 的時間他都是一個人在開車，頂多偶爾要載一個人這樣子而已。這個 size 的車子在歐洲已經漸漸的用B segment SUV 來取代掉 B segment hatchback。我們可以看到，在歐洲他們已經停產 Ford Fiesta， 用 Ford Puma 來取代它。豪華 B segment 在過去都不在字典裡面的，你是嗎？所以小車可以不可以成為一輛豪華車？小車可以不可以給到你豪華車的感覺？過去沒有人可以回答你，尤其是日本車廠、日系車廠，他們沒有辦法，因為他要為了盈利、為了底盤構造等等，你就一定是要細箱門、毛低齡才可以叫豪華車。那今天我們能夠去見識到，我們能夠去體驗到 1.5L 3 cylinder torsion beam 可以不可以作為一個豪華車？有沒有車廠敢在 1.5L 3 cylinder torsion beam 的 B segment 平台上面給到你 aluminium 的引擎蓋，給到你豪華車的 shape， 給到你豪華車的 aerodynamic， 給到你豪華車的車漆，給到你豪華車的音響系統，給到你豪華車的座椅材質，給到你豪華車的方向盤皮革包裹，給到你豪華車的氛圍，給到你豪華車的氣味。那不管 Lexus LBX 它的銷量如何，反正它也不是打給我們的，它的銷量主要都是歐洲，一點點來自日本、東南亞，你知道嗎？一個月就大概幾百輛而已，所以對他們來講，本來就不是一個
走 volume 的車，至少在我們的市場啦，它是一個精品，它是一個 luxury product， 它是一個非常 niche 的 product。然後在 Malaysia 的話，他們又拿來 replace 掉這個 UX， 所以現在你就只可以買，你要買 Lexus 最便宜的就是 LBX、NX 或者是上到 RX。我真的是很喜歡這台車的啦，我很老實的跟大家講，我一直在想要不要用它來 replace 掉我家裡的日常代步工具，因為我就是非常喜歡這個 size， 而且我也覺得我不要這樣大輛的車。然後我平時也駕了太多，最近一直在試駕很重、很不好操控的車子。可是這個 LBX 1300多公斤，這個尺寸，你看，等一下我停下來給大家示範我後面的行李箱空間啊。我加一個 Lexus LBX 在 KL， 我要 parking 又容易 parking，side parking 也容易，正常的 parking 也容易。然後我要上到 highway， 我平时也跑车跑不快的，我在 highway 也是跑個100多這樣子就夠用了。而且它很安靜啊！你看，雖然沒有用 acoustic glass 啦，可是它的整個車身的 aerodynamic 啊，你看它的 bonnet， 它的整個 side mirror 的 design 等等，他們是有做過這個風阻係數測試的。高速行駛的時候，噪音是非常非常低的。就它的寧靜性、靜速性，它絕對是，我覺得是 90% 的豪華車。而且它搭配的這個是 Michelin 的 E-Primacy Tires，which is 我的 Tesla Model 3標配的，就是 E-Primacy， 這是一個適合這種 hybrid， 或者說適合電動車使用的輪胎這樣子。So 我覺得 LBX 真的是一輛非常值得討論、非常值得深思的車型。它讓你在想，為什麼我要買更大輛的車？如果有一個車廠它提供一個豪華的 B segment SUV， 為什麼我要買更大的車？豪華車就代表它是大車嘛，小車就不能夠豪華嘛，小車就不能夠給你 luxury、給你 premium 的 feeling 嘛。Lexus LBX 給到你這個答案，所以我們現在停下來 ，right, that's it, reverse。Let's move on。还是凉。我大了咯，可以go。